许多老前辈传授的人生智慧，还有我们自认为对自己非常有利的那些选择，其实很多时候是对我们不利的，尤其是在婚恋、育儿、赚钱这些关键的领域。大数据显示，很多当下直觉告诉你对的事情，反而会害了你。Don't trust your gut， 别相信你的直觉。这本书的作者 Seth Stephens 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曾是谷歌的研究员。他通过数以百万计的权威大数据，揭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那些我们以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实际上可能一点好处都没有。书中有5个结论，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1. 大多数人认为重要的婚恋对象的特质和条件，实际上和婚姻幸福没有一点关系。2. 父母所做的大多数决策对孩子的未来成就和收入几乎没有影响，但有一个决策影响深远，那就是选择居住的社区。3. 最赚钱的人都在闷声发大财，在你想都没有想到的领域。如果你想赚大钱，靠打工基本不可能。4. 想要提高创业成功的几率，中年创业更合适。5. 优秀的人与普通的人在运气的数量上没有差异，关键在于抓住机会的能力。这些结论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但它们都是有权威数据支撑的。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利用客观数据来做出真正对自己有利的决策呢？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拆解这本书，咱们一起探索真相，从而获得人生各方各面的优势。1. 婚姻幸福不在于对方，而在于自己。加拿大的科学家 Samantha Joe 搞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婚姻研究，他收集了超过11000对夫妇的数据，包括他们的教育背景、工作、收入、长相、健康状况，还有兴趣爱好等等，然后用机器学习的技术来分析这些因素和他们的婚姻幸福感之间有没有联系。结果你猜怎么着？根本没关系。能最准确地预测一个人婚后幸不幸福的，并不是我们通常看重的那些择偶标准，而是你自己本来是否幸福。这个科学家发现啊，其实只要问一个人3个问题，就能准确地预测这个人婚后是否幸福。第一个问题，你碰到你爱人之前是否对人生满意呢？第2个问题，你碰到你爱人之前有没有抑郁的情况呢？第3个问题，你碰到你爱人之前有没有积极乐观的情绪呢？这个研究的结论是A person who is happy outside their relationship is far more likely to be happy inside their relationship as well。也就是说，人生满意度本来就高的人，结婚后也会幸福；而本来就不快乐的人，结婚后还是不快乐。而且呢，用这3个问题来预测婚姻幸福的准确度，比所有择偶条件加起来还要高出4倍呢。这个研究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管你和谁在一起，最终都是和自己相处，除非你能让自己快乐起来，否则别人是没有办法让你真正快乐的。英文里有一句俗语是这么说的， Nobody can make you happy until you are happy with yourself first。 那对象身上有没有哪些特质会影响婚姻幸福呢？确实有。研究者建议如果你要找理想的伴侣，尽量满足以下4个条件：人生满意度高，具有安全依恋风格，具有尽责性，拥有成长型思维。首先，人生满意度高这一点和我们前面讲的道理一样，你的对象本来就对生活很满意，那你们在一起就不太会抱怨，情绪才稳定。接着，安全依恋的人是理想的伴侣，因为他们能够信任他人，也值得被信任，不会整天因为缺乏安全感而闹脾气。他们也乐于沟通情感，那么在亲密关系中更自在。然后是尽责性，也就是这个人很自律、有组织，做事高效、靠谱。最后呢，对方要有成长型思维，这样的人相信通过努力和坚持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伴侣共同成长，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有的小伙伴可能要担心了，现在爱情很幸福，那将来会不会变味儿呢？怎么预测未来是不是依然幸福呢？刚才提到的研究者也想到了这一点，做了彻底的分析。他的研究结果是，最能预测你们将来是否幸福的关键，就是看你们现在在一起是否感到幸福。如果现在就觉得很幸福，那将来大概率也会幸福。如果现在就很痛苦，那也别指望对方以后能改正变好。所以，如果你在犹豫你们的关系能不能长久，就问问自己，你现在和对方在一起是不是真的感到幸福？
这本书总结到，我们现在的感受就是未来幸福与否的最好指标。The data suggests there's no better way to predict your future romantic happiness than your current romantic happiness. And if a partner does not make you happy now, you are wrong to assume that because of qualities of you and your partner, you'll be happy in the future. 2. 大多数养育决策不重要，除了居住社区。网上充斥着各种育儿建议，搞得家长很焦虑。实际上呢 ，SAS 的大数据分析显示，父母所做的大多数决策对孩子的影响微乎其微。首先，很多育儿建议的问题在于，他们都是基于个案的研究，有相关性不等于有因果关系。比如，有些学霸的父母可能会说，他们的孩子学习好、成就高，是因为小时候经常一起亲子阅读。但这可能并不是因为家长陪着读，而是基因在起作用。家长和孩子都有着学习方面的基因，尤其是智商。就算家长不做亲子阅读，孩子多半也会自己爱上阅读，成绩自然也不差。其实过去几十年的遗传学研究发现，基因的影响比环境更大。2年前，我读了美国遗传学家 Catherine Page Harden 所写的《Genetic Lottery 基因彩票》这本书，里面提到几十年的同卵双胞胎研究已经证明，智商的遗传可能性在50%到80%之间。他还用数百万欧美白人的数据统计告诉我们，遗传基因导致了40%的教育结果差异，而家庭收入水平只影响教育成就差异的11%。总之呢，基因对人的成就的影响真的很大。回到《不要相信你的直觉》这本书很多针对同卵双胞胎被收养到不同家庭的研究，发现他们的家庭环境不同，但是人生轨迹却惊人的相似。他也提到了一个超级神奇的遗传案例，有一对同卵双胞胎 Jim Lewis 和 Jim Springer， 他们刚出生没多久就被分开了，直到39岁才重新见面。你猜怎么着？他们的身高、体重完全一样，连紧张性头痛和咬指甲的习惯都一样。他们俩都当过警察，喜欢抽同一个牌子的香烟，喝同一个牌子的啤酒，甚至给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起的名字都一样，都叫 James Allen。再来看一些兄弟姐妹的例子，比方说乔布斯和他的亲妹妹。乔布斯的亲生父母未婚先孕，只好把他丢了。后来他的亲生父母结婚了，生了个女儿，就是 Mona。 乔布斯和 Mona 直到27岁才第一次见面，结果发现两人惊人的相似。他妹妹也是创意十足，是个有名的小说家。之后乔布斯告诉《纽约时报》，他开始相信基因的力量了。 I used to be way over on the nurture side, but I swung way over to the nature side。Seth 还分享了关于孤儿收养的大数据研究，基因的力量真是强大。朝鲜战争那会儿，很多韩国军人的孩子成了孤儿，有些兄弟姐妹就被送到了美国，被不同的家庭收养。达特茅斯学院有个经济学家对比了2组孤儿，一组是被同一个家庭收养的兄弟姐妹，另一组是被不同家庭收养的兄弟姐妹。结果呢，不管是在同个家庭长大，还是在不同家庭长大，这些领养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似度几乎一样。学者的结论是，改变一个孩子的成长环境，最多只能让他们成年后的收入增加26%，而基因对他们收入的影响是养育的2.5倍。Seth 强调，普通父母对孩子的成就、收入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孩子基本不可能超越父母的阶级。注意，他说的是普通父母。如果你有实力直接给哈佛大学捐一栋楼，捐个几十亿美元，那你的孩子成绩再差都可以直接入学，那你确实能改写孩子的命运。可惜大多数父母做不到。那这是否意味着父母可以摆烂了呢？那也不是啊。虽然绝大多数环境因素对孩子没什么影响，但父母得确保一个真正能影响孩子未来成就的因素，那就是居住的社区。经济学家 Raj Chetty 和他的团队收集了所有美国人的税务记录，发现人们住在哪儿跟他们长大后能挣多少钱有很大的关系。住在大城市或者好的社区对孩子的未来很有好处。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社区质量提高1个标准差，就会使孩子未来的收入增加13%。怎么判断一个社区好不好呢？关键看一点，社区里有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成年人。经济学家发现，这些成年人榜样比学校重要的多，是影响孩子未来成就的关键。
比如，如果孩子周围有很多发明家，他们长大以后成为发明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如果黑人小男孩生活在有很多成年黑人男性的社区，而不是单亲家庭，他们长大后犯罪率会降低，收入也会更高。说白了，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在今天依然有道理。Seth 建议，大多数的养育决策没那么重要，父母们可以放轻松。但是有一件事儿，家长们可得上点心，那就是让孩子接触到优秀的成年人。Expose your kids to adults whom you want them to emulate. If there are people in your lives who you think might inspire your kids, engineer events in which your kids are exposed to them. Ask these possible role models to describe their lives and to offer advice to your kids. 所以啊，鸡娃不如鸡自己，让自己有能力实现孟母三迁，比盲目的控制孩子更重要。3. 致富的隐秘行业和靠谱的路径。网上那些赚大钱的故事其实都是挑出来的，真正赚大钱的人才不会告诉你他们有多少钱，钱是怎么来的，对不对？为了深挖有钱人都在什么领域赚钱，学者和美国税务局合作，查了所有美国人的税务和收入数据，终于弄清楚了那些年收入排在美国前 1%， 甚至是前 0.1% 的人的赚钱渠道。结果显示啊，大多数美国富豪的钱可不是靠工资赚来的。那些年收入排在前 0.1% 的人，也就是年收入超过158万美元的大佬，其实只有2成的人主要靠工资赚钱，而剩下的8成都有自己的生意。即便是在那些年收入超过39万美元，排名前 1% 的富人里，大约有6成的人主要是靠自己的生意赚钱。那这么说，是不是普通人上班就没戏了呢？进不了那顶尖的 0.1% 了呢？机会确实非常渺茫，除非你是跨国大公司的 CEO、知名电视节目的金牌主持人，或者是顶级运动队教练，否则想靠打工赚大钱，基本上是天方夜谭。那这些富人都在哪些行业做生意呢？哪些行业更容易出富翁呢？经过统计，他发现最赚钱的前面几个行业是房地产、金融投资、汽车销售、自由艺术家、市场研究和中间商。当然，中国市场的情况肯定不太一样啊，你也可以自己找一找类似的数据，寻找机会。总之，要想收入水平达到前 0.1%， 就得创业。但创业时啊，最容易碰到的问题是价格战，你得想办法避开它。那些富豪之所以能赚大钱，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绕开恶性竞争，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怎么做呢？有3个方法：1. 法律保护； 2. 拥有难以复制的技术或人脉； 3. 打造品牌。先说法律保护，比如在美国，汽车经销商行业规矩多，汽车制造商不能直接卖车，新的公司也不能随便卖特定品牌的车。啤酒分销也是的，一定要将制造、分销、零售3个环节分开进行。这样的法律呢，让上下游的公司都能挣到钱。第2个是独家的技术和人脉，如果你的产品研发难度很高，但是一旦做出来就能以低成本生产，而且别人模仿不了，这就是一种优势。另外呢，在市场研究领域啊，你要是有独家的知识、数据和行业人脉，那么竞争对手就算想模仿你，也做不出同样质量的报告，因为他们没有你的资源。最后就是品牌的力量，有些歌手唱功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粉丝愿意为他们多花钱，这就是品牌的魅力。除此之外呢，有些行业虽然价格战不多，但是被几个跨国大公司垄断了，那么中小型企业怎么跟他们竞争呢？本地化。举个例子啊，市场研究公司啊，他们专攻那些细分的市场，做得特别精，连大公司都比不上。中间商也是啊，他们在当地生活很久了，和零售商关系很铁，非常懂得本地人的需求，所以这些渠道大公司一时半会儿是复制不了的。最后 Seth 建议，如果你想让自己的收入进入前 1%或者是 0.1%， 那你就要问自己3个问题。首先，你是不是自己当老板呢？第2，你这个生意能不能避开价格战呢？第3，你这个生意能不能避开那些全球的巨头呢？这3个问题，你要是能答上来，那恭喜你，你离财富自由不远了。如果不能，还是老老实实的上班吧。4. 创业成功的公式：年轻时积累经验，中年时创业。如果要创业，怎样规划才能提高成功率呢？第一个常见的困惑是啊，咱们是趁着年轻赶紧创业，还是等中年经验丰富了再动手？
实际上，经济学家们发现，2007年至2014年间，在美国成立的270万家公司中，创始人的平均年龄是41.9岁。就连科技行业赚钱多的公司创始人的平均年龄也有42.3岁。这本书讲的呢都是美国的情况，我也挺好奇中国的，就查了一下2022年中国社科院的创业企业调查报告，发现创业最多的还是中青年，36到44岁的占了40%，26岁到35岁的占了35%。所以年轻不一定是优势，其实中年创业成功率更高。第二，咱们说一说行内创业和跨行创业哪个更有优势呢？经济学家不光研究了创业者的年龄，还研究了他们的过往经历。如果创业者之前在同一个领域干过，那么他们创立超级成功的公司的可能性就是其他人的2倍。而且如果之前的工作和创业的业务直接相关，这种优势就更明显了。第三，那些打工都费劲儿的人更适合创业吗？其实不是的。数据显示出色的员工更有可能成为成功的创业者。如果他们在上班期间就已经达到了这个行业比较顶尖的位置，那么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更大。换句话说能力强的人，不管是打工还是创业，都能做得很好。那能力不强的人怎么办呢？书里没说我来给大家补充一下。如果你觉得自己能力不强，那么跟着能力强的人一起干也是个办法。你看扎克伯格、乔布斯创业的时候背后都有一群非常给力的同学和好朋友在默默支持他们。总之，对于想创业的人 ，Seth 的建议是先积累后创业。Spend many years learning the ins and outs of a field. Prove your worth in that field by learning among the best paid employees, and then go out on your own to make your real fortune. 5. 如何让运气青睐你？咱们看到别人成功有时候心里不是滋味，觉得他们就是运气好而已。但是呢，大数据告诉我们，运气在生活中起的作用其实比我们想的要小得多。学者们比较了2组公司，一组是所谓的10倍公司，另一组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什么是10倍公司呢？就是说这些公司在股市上的表现得连续一段时间比同行业的公司好上至少10倍。接着，学者们分析了这些公司碰上的运气事件，就是那些公司控制不了、影响特别大又没法预测的事情。研究显示，那些10倍公司遇到了7个关键的运气事件，这些事件极大地推动了他们的业务增长。相比之下呢，普通公司遇到了8个这样的事件。换句话说成功的公司碰到的运气和普通公司差不多，甚至可能还少一点。他们唯一的差别在于，成功的公司更擅长于抓住有限的运气，那些看似好运的背后，其实是优秀的决策在起作用。书里写道，Successful companies didn't have more luck. They were better able to capitalize on the luck that they got, the luck that any company can expect. Seth 强调，人生也是这样。An average amount of luck in life includes many seemingly fortuitous opportunities. People or organizations who are more successful recognize these fortuitous opportunities and capitalize on them. 如果咱们把运气比作天上掉馅饼，那普通人可能压根儿都没有注意到地上的饼，或者根本不知道怎么捡。那么厉害的人呢，就能马上抓住它。这其实也是一种能力。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加幸运呢？美国东北大学的物理学家研究了成功的数学规律。对于那些能力可以直接测量的领域，比如田径比赛，看谁先跑到终点嘛，你只需要专心提高自己的硬技能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像艺术那样没办法直接测量、相对主观的领域，你就要多出去交际，多展示自己的作品和能力。学者发现，那些经常走动的画家更有可能把画送入有名的美术馆，那么知名度一下子就上去了。很多音乐家也是这样。就拿美国摇滚歌手 Bruce Springsteen 来说，他最开始也就是在小地方的酒吧里面唱歌。有一次他听到电台里放了热门歌曲，心里就纳闷了，这些大明星唱的也没比我强多少怎么他们就能这么火呢？于是他决定带着乐队去大城市闯一闯，在洛杉矶办了一场演出。打那以后就开始了巡演，名气很快就起来了。现在他在美国可是家喻户晓。这个物理学家强调，在很多领域情况并不像是体育，而更像是艺术。也就是说，业务能力不容易量化，你光有才华是不够的。
书里写道 ，But many fields have more in common with art than sports. The more difficult it is to measure quality, the more what works for painters will work for you. 所以啊，你得多走动，多结交人脉，多展示你自己，才能被人注意到。否则，就算你有好运气，也不一定能抓住它。世界上依赖直觉的人很多，但是用大数据来指导生活的人却很少。人毕竟不是全知全能的，也容易犯错。和靠本能或者身边的人的建议比起来啊，大数据更能客观地指导我们的决策。我觉得这本书还是非常值得一读的，它揭示了那些违反常识的真相，帮助我们克服人性的弱点和认知偏差，在婚恋、育儿和职业发展等方面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相信你通过学习并且实践这本书的内容，你的生活质量将远超那些仅凭本能行事的人。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它比较适合那些词汇量已经达到1万以上的同学来阅读。它涉及较多的研究型的语言和数据分析的语言啊，对于学术以及自己的工作有一些追求的同学，想要挑战自己的话，可以读一下这本书。好啦，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是爱读英文原版书的夏冰雹，咱们下期再见，拜。